知肥，你不要再自命清高了好不好？你已经是丧家之犬，一无所有了。自命清高个什么呀？你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两天卖车了吧？过两天卖房了吧？麻烦让楼下那位狂吠的上来一叙。呀，志然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找你的？你想多了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你刚刚跟我哥说什么？我跟你哥也没说什么，哎，我就是好奇啊，你跟你哥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把他往死路上逼呀？沈叔叔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啊，行，你们周家那点破事我懒得管，今天我来是有件正事的。现在你们斐然是你一家独大，你是不是担心周知斐哪天会卷土重来，把你给灭了？我就等着我哥哥来呢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弟弟，听哥一句劝吧，股份这个东西，那是越多越好。我这虽然没多少，但是稳妥再少，它也是肉啊。只要你愿意把于教授甜味剂的专利还给我，我就把我这些股份转让给你。哎，你不会跟我哥也是这套说辞吧？哪有？哥哥拒绝了，就想把股份让给我。哎，怎么了，沈叔叔？你现在不想进周氏控股了？你们周家那闹剧我看够了，我想撤资不行啊？哎，我来帮你说吧。你想用于教授的免费技术套现，骗取周氏控股的股份。哎，你说，如果这件事被于教授知道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还是那句话，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哎，我想，这时候于教授的法律团队应该在路上了吧？什么？沈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周家的东西不允许任何外人染指，我哥哥也绝不是你这种人能侮辱的。凡是想对我哥哥不利的人，都没有好下场。周志然，你个神经病！你跟你哥都是神经病！知斐啊，虽然咱现在没有集团股份了，但也不至于这么清汤寡水，这也太寒酸了。别笑啊，我认真的，大不了哥养你们，得吃肉，弟妹还长身体呢。昂哥，你多虑了，我们还不至于吃不起饭。我是看知斐最近为公司的事情日日奔波，怕他着急上货，所以今天就可以准备了野山菌清汤锅。这些菜呢也都是清热败火的，没准备肉，怠慢了。嗨，没事，早说呀。快吃吧。